狼人在许多西方的影视作品当中呢，都被描述为嗜血成性、杀人如麻的邪恶动物。他们在平时呢，会隐藏在普通人之中，只有到了满月的晚上，才会从人变成狼，进而展开疯狂的杀戮。也许你会认为有关狼人的传说都是人们杜撰出来的，但在西方的历史当中呢，却真实发生过数万起有记载的狼人审判事件。在1414年，天主教更是在一场大公会议上正式认可了狼人的存在。换言之，大多数西方人都相信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狼人。1578年，在德国北威州的贝德堡小镇上，就发生过一起影响深远的狼人事件。那一年的春天，贝德堡镇的居民们刚刚熬过一场罕见的严冬，他们在秋天里储存的粮食已经消耗殆尽，不得不通过宰杀家里边饲养的牲口来获得食物。就在居民们盼着天气转暖好外出觅食的时候，镇子里边突然发生了变故。不止一户居民发现自家饲养的奶牛居然在一夜之间都惨遭屠戮。那些奶牛的死状看起来是十分凄惨啊，它们薄弱的腹部被开了个大洞，里面的内脏被啃食一净，鲜血溅得到处都是。而他们身体的其他部位呢，却找不到任何伤口。镇子里面经验丰富的猎人判断，这一切很可能是附近的狼群所为。当野兽因为饥饿和寒冷而闯进人类的聚居地的时候，意味着他们随时就可能将人类当作自己的目标，这让居民们感到十分恐慌，也因此组织起了一支搜索队，进山呢去寻找狼群的踪迹。搜索队是一连搜索了数天的时间，翻遍了附近的山头，但是山上遍布积雪，却找不到任何狼的脚印。无奈之下，搜索队只能是返回镇子里了。在接下来的数周时间，又有不少居民家的牲口遭到了毒手，可居民们对此却是无计可施。等到冰雪融化的时候，居民们盼着狼群能进山去寻找猎物，从而让他们摆脱这场危机。但令居民们没有想到的是，情况非但没有好转，反倒朝着更黑暗的深渊滑去。镇子里面终究还是有人失踪了，有几个孩子在大人外出干农活的时候彻底失去了踪影，还有一些年轻的女人呢，在外出回家的途中消失。搜索队在镇子附近寻找过他们的踪迹，却只在森林里曲折的小径上发现了少量的身体遗骸。看起来呀，失踪的人已经是凶多吉少。这是进一步加重了居民们的恐慌情绪。那出于对于安全的渴望，居民们扩大了搜索队的规模，是要找到那些凶残的野兽。但是居民们大张旗鼓的行动却只换回了更多的牺牲，甚至有一名经验老道的猎人也在落单的失踪。随着时间的推移，居民们越来越感到事情有些不太对劲，因为他们除了发现人体残骸之外啊，还发现了死者的心脏就被单独取走，有些死者的残肢啊就被挂在树上，甚至有些死去的女孩啊在生前遭到了侵犯。就这些情况表明，之前发生过的一桩桩的血案很可能并非是狼群所为。那是什么东西残忍的做了这一切呢？1584年，也就是离奇失踪发生的几年之后，几个镇子上的孩子呀在森林边一起玩耍，突然在靠近河边的位置啊，看见一只身形硕大的灰狼。那灰狼啊似乎想要冲过来向孩子们发起攻击。这突如其来的危险吓得孩子们是四散逃窜，其中一名女孩呢被灰狼紧追，向着森林的深处跑去。听到了孩子们的呼叫声啊，小镇居民们立刻组织起人手进山去救援。他们顺着血迹和脚印找到了奄奄一息的女孩，
只见女孩的胸口啊被撕开了一块大口子，鲜血正鼓鼓的向外流淌着。女孩呢也是用尽了所有的力气，对于救援的居民说道：“那只狼前爪受伤了。”听到人来，他可就跑了。正当居民们准备继续追赶灰狼的时候，他又惶恐地补充道：“那只狼会说人话。”自12世纪起，欧洲大陆就悄然地传起了有关狼人的各种传说。他们狡黠，善于伪装，攻击性强，甚至仅有一只狼人就能够摧毁整个社会。贝德堡镇的居民们呢，同样对于狼人的传说是深信不疑，因此女孩的话呀，让他们心中豁然开朗。被单独掏心的人，被侵犯的女孩，多年的搜寻始终是找不到任何的蛛丝马迹，种种不合理的情况，只要挂到狼人头上，就可以获得合理的解释。另一方面呢，得知狼人存在的居民们也变得十分的畏惧，他们没有勇气再对于狼人发起追击，只有匆匆忙忙带着受伤的女孩返回到了镇子里。难道全狼人会这样一直在贝德堡镇肆虐下去吗？后面的故事更加精彩，咱们下期接着聊。上一期呢，我们说到了小镇居民们呢，带着受伤的女孩可就返回到了镇子上。那有关狼人的消息传开之后呢，受到惊吓的居民们呢，一家一家的都搬出了这个小镇，而剩下的人则请来了教会人员帮忙搜索狼人。他们进一步扩大了搜索的范围，并且在搜索的过程当中呢，捕捉到了数只野狼，但是他们始终没有发现那只前爪受伤会说人话的灰狼。那更为可怕的呢，就是即便在搜索期间，失踪的人数也还在增加，这让留下来的居民们呢感到是无比的沮丧，却也只能是咬着牙继续熬日子。不知不觉间呢，时间又过去了5年。1589年的某一天，有一位住在镇子边缘的少女，突然在夜里边呢，听到了自家门外传来了一阵刨木板的声音。她几次呢大声向外去询问，却一直没有人应答。由于长期活在对于狼人的恐惧之中，少女的情绪瞬间崩溃，她发疯一般大声叫嚷起来。这叫声啊，很快就引起了周边邻居们的注意。不多一会儿，人们就提着火把可赶了过来。一番搜索之后啊，人们在少女的家就在这个门口发现了人的踪迹，却在远处的荒地里发现了一只灰狼的身影。那只狼的动作呢有些怪异，正是一瘸一拐的向着森林的方向逃去。愤怒的居民们抛开了心中的恐惧，毅然决然地追了上去。在绕开了几片树林之后，居民们发现了狼的踪迹，在一座山洞前彻底消失了。居民们正感到奇怪之际，突然有一人影从山洞旁的小心翼翼可就走了出来。这个走出来的中年男人呢，名叫彼得·斯坦普，是这个镇子上家喻户晓的富农。由于他正好出现在狼消失的地方，众人立刻对他进行了检查。人们取下了彼得戴着的手表、手套，发现他的左手上有一块巨大的伤疤，这与几年前受伤女孩描述的那只会说话的灰狼是一模一样。人们呢便把彼得当作危险的狼人绑回了镇子里。由于无法对于自己的嫌疑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彼得呢被当地审判官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审问，这终于使他身上隐藏的那个骇人听闻的真相浮出了水面。原来呀，彼得并不是个普通人，从12岁那时候开始，他就开始修习黑魔法。到了20岁的时候，他与魔鬼有了第一次的接触。魔鬼告诉他，可以满足他的一个愿望，但是需要他以出卖灵魂的方式作为代价。
彼得思虑再三，最终选择从魔鬼那里获得一根神奇的腰带。带上这根腰带，他就会变成一只贪婪勇猛的巨狼，可以借此满足自己杀戮的欲望。而在取下腰带之后呢，他会立刻恢复成人类的模样，这可以让他在人群当中进行完美的伪装。刚得到这根腰带的时候，彼得主要挑选镇子里边的山羊和奶牛作为目标，然而很快牲畜的血肉便无法令他获得满足。这时他就开始将魔爪伸向了女人和小孩的身上。根据彼得的供述，在10几年的时间里，他至少要吃掉了16名镇子里边的居民，其中就包括2名孕妇、1名进山的猎人，还有数个被他引诱到森林后实施侵犯的少女。这些供述呢，都与居民们发现的尸骸一一对应，也就坐实了彼得是凶手的事实。更让居民们感到愤慨的是，彼得每次在行凶之后都会去拜访那些亲人遭到杀害的家庭，并向他们表达自己的同情。大家原本以为这是由于彼得的儿子也是被野兽袭击而死，所以彼得才会出于同理心而跑来慰问。结果呢，彼得在审判中交代，儿子其实是被他自己吃掉的，目的就是为了混淆视听。彼得的每一项罪行几乎都是不可饶恕的，因此在1589年的10月31号，由教会主持，彼得在贝德堡广场上被进行了公开的处刑。贝德堡镇附近的4000多名居民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占满了整座的广场，他们就如同参加一场盛会一般，人人都显得是无比亢奋。在众人的围观之下，彼得被绑在了一个巨大的车轮上，行刑者先是用钝器反复敲打彼得的四肢，以确保他永远都无法自行的移动，防止他从墓地里复活后再逃脱。紧接着，行刑者又用烧红的钳子耐心地撕掉彼得身上的所有的肌肉，以令其偿还自己的罪孽。整个过程在彼得撕心裂肺的叫喊声中持续了4个小时之久。当彼得再也无法发出任何声音的时候，行刑者才把他给斩首。彼得死后人们将他的头颅立在了一根有着狼形象的柱子上。彼得的家人在尖叫中观赏完他的处刑过程之后，与他剩下的躯体一起在火刑柱上被进行了焚烧。随着这一家人的死去，现场的人们齐声高呼，多年来隐藏在镇子里边的邪恶终于化成了灰烬，人们仿佛看到了未来的光明。可没过多久，贝德堡镇里面再一次有人失踪，甚至在此后的多年时间里，失踪事件一直不曾中断。这又是有什么原因呢？难道说贝德堡镇还有其他的狼人出没吗？究竟真相如何？咱们下期接着聊。上一期说到彼得斯坦普在1589年10月31号于贝德普广场上被进行了公开处刑。在彼得被处死的1年之后，也就是1590年，英国伦敦出版了一份由16页纸组成的小册子，报道了贝德普发生的狼人事件。小册子对于事件的诸多细节，甚至当时的审判官、处刑者、主要观众的名字都做了详尽的记载，这足以保证事件的真实性。而时至今日呢，这本小册子的英文版本依然被保存在了大英博物馆里，这也帮助贝德堡狼人事件得到了极为广泛的流传。随着时间的推移有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都读过这本小册子，而几乎每一位学者呢，都对里边的内容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质疑。按照记载，彼得犯下罪行的时间呢，主要集中在1582年到1589年期间，而这段时间呢，恰好与科隆战争发生的时间重合。了解西方历史的各位朋友都知道，在科隆战争期间呢，德国贝德堡地区的杀人案、抢劫案、强奸案那是层出不穷。
治安的混乱加上野兽的肆虐，都对于当地居民的生命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换个角度来讲，那些安在彼得身上的罪行很可能并非他一人所为。在贝德堡狼人事件发现的遗体，有些呢遭到了野兽的啃咬，有些是被侵犯以后死亡，甚至其中包括经验丰富、身强体壮的猎人。在7年的时间里，要说这些离奇的死亡全都是一个凶手所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除了彼得受伤的左手以外呀，案件里没有任何其他的物证，所有的罪名都是根据彼得在受审期间的口供来认定的。虽然审问的内容和形式呢，在小册子当中没有明确的记载，但几乎所有的人都能确定，这个被认定为狼人的怪物在当时一定受到了极为严酷的拷问。换句话来讲，所谓的12岁学习黑魔法，20岁与魔鬼进行交易，因为欲望而嗜血杀人，这一系列匪夷所思的供述，全都是彼得在严刑逼供下说出来的，这就存在着彼得是被屈打成招的可能性。如果说彼得的供述在某种程度上是真实的，那么最大的可能也许是彼得是一位活跃于当时的连环杀手，在那个时代里也的确有变态杀人魔与受害者家属接触的案例。然而随着对于事件细节的深入研究，有很多人类学家发现呢，这起事件很可能有一个与记载大相径庭的真相，它比狼人和变态杀人魔的故事还要可怕无数倍。根据学者们的调查，1587年贝德堡在天主教与新教不断争斗的背景之下呢，最终落入一位名叫赖夫沙伊特的伯爵手里。赖夫沙伊特呢，是一个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振兴天主教的人。从掌权的那一天开始，他就一直在思考如何通过展示教会的威严来巩固自己在当地的统治地位。赖夫沙伊特听说了贝德堡周边有狼人的传言，他立刻想到了一个绝妙的方法，那就是将所有的恐惧与仇恨统统的嫁祸到一个人的身上，然后以天主教的名义将其处死，这样就能轻而易举的震撼人心。在这种想法的左右之下呢，他把目标锁定在了镇里富农彼得斯坦普的身上。彼得家境富裕，在镇子里边小有名气，还由于私生活混乱，经常遭人妒忌。更加重要的是，彼得是一位反对天主教的新叛徒。整个镇子里边没有人比他更适合成为那个狼人。事实上，有越来越多的学者相信，从彼得在森林里莫名其妙的就被人发现，到他交代了一大堆耸人听闻的供词，最后在公众面前又被大家处决，这一切很可能都是一场被预先设计好的政治审判。长达数月的酷刑让彼得根本就无法忍受，他最终呢只能是按照教会想要听到的答案，编造出自己最邪恶的一生，为的只是通过一死来结束酷刑的折磨。在贝德堡镇完成数起杀人案的凶手应该是另有其人，而彼得呢不过是个孩子，惨遭野兽杀害，同情其他受害者的普通人而已。狼人审判曾是教会为了维系统治、惩戒异端而滋生的产物。在15世纪到17世纪，毛发连在一起的多毛症患者、狂犬病与白化病患者，与彼得斯坦普相似的异教徒，无数无辜的人都曾经在屈打成招之下承认自己是嗜血的狼人，然而被愤怒的村民残忍的处死。在彼得死后，贝德堡的居民曾以为自己再也不用过担惊受怕的日子，然而事实上，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里边的野兽食人和杀人事件却是依旧没有消失。当彼得堡处以死刑的时候，人们因为见到与魔鬼交易者坠入了地狱而欢呼雀跃，可回过头来呢，
在当时那个宁静的小镇上，到底谁才是真正的魔鬼呢？